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逆袭成女王，她身上的这3点，普通人也能做到。赵丽颖从跑龙套到收视女王，靠的是死磕目标的轴劲儿、爆红后的清醒头脑，以及把差评当健身补剂的强心脏。她用行动证明，圆脸也能当女主，狠劲儿才是逆袭的王闸。有人说娱乐圈的逆袭剧本都是编剧写的，但赵丽颖偏偏用行动证明，现实比剧本更带感。这姐从跑龙套到大女主的路，简直像开了倍速模式，关键人家还没用金手指，全靠3个连普通人都能偷师的技能包。当年被说圆脸当不了女主的时候，换别人可能就改行卖萌了，这位姐直接开启人形复读机模式。跑龙套时拿小本本记走位，连群演站位都研究，知道的说是未来影后，不知道的以为在搞刑侦测绘。试镜陆贞传奇更绝，提前3个月跪石板练请安，膏药贴的比创可贴还勤快。网友辣评：这哪是试镜，分明是去当御前带刀侍卫。爆红后也没按套路出牌，别人忙着接待研拍广告，她转头就扎进幸福到万家当农村媳妇，顶着大太阳下地干活，晒得粉丝都认不出来。弹幕飘过一片这黑度，我家酱油瓶都自愧不如。被问转型怕不怕翻车，姐一句总演甜妹，观众会 hold 着直接封神，这清醒程度建议列入当代青年防 PUA 教材。最绝的是她把差评当健身卡用，网友说台词弱，转头就请声乐老师开小灶，风吹半夏里原声台词沙哑的连声控粉都跪了。吐槽打戏像跳舞，立马报武术班加练，有匪吊威亚撞伤腰，养伤期间还对着视频抠动作。弹幕炸锅，姐你这康复训练是跟成龙拜过把子吧？现在终于明白为啥她每部剧都能带火周边了，这姐本人就是大型励志周边。粉丝总结出赵氏成功学3件套：对目标死磕到底的轴劲儿，红到发紫还能保持的清醒，以及把批评当健身补剂的强心脏。难怪网友说学废了，我缺的是方法吗？我缺的是赵丽颖同款执行力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当普通人还在收藏逆袭攻略吃灰时，有人已经用这3个特质从群演混成收视女王。下次想躺平的时候，要不要想想那个在片场记笔记的圆脸姑娘？毕竟连横店石板路都抹不灭的狠劲儿，放哪个行业不是王闸啊？她从不是一出生就站在聚光灯下的幸运儿。赵丽颖这个如今在华语演艺圈拥有超高国民度的名字，曾经也只是无数群演中的一个，日复一日的奔波在横店的片场，默默的等待属于自己的一个镜头。可如今，她却逆风翻盘，站上了事业的顶峰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励志女王。很多人会说，这样的成功也许只是运气，但真正了解赵丽颖成长轨迹的人都知道，她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硬实力和持之以恒的坚韧。她身上有3大特质，不仅成就了如今的她，更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宝贵品质。第一个特质是她不服输的韧劲。在娱乐圈，外形和背景常常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。赵丽颖没有背景，没有科班学历，也不符合传统意义上女主角的长相要求。她不高不白，甚至刚出道时还被质疑脸太圆，不够时尚土气。面对这些评价，她没有回击，也没有刻意讨好，而是选择沉下心来打磨演技。从陆贞传奇到花千骨，她用一个又一个角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可塑性。她不是那种一出场就令人惊艳的演员，但她却是那种你看久了就会被深深打动的人。她的不服输不只是在角色上，更是在生活中。当时因为拍戏强度太大，她曾经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在片场。面对这样的身体极限，她却咬牙坚持，因为她知道每一个现在的努力都是为未来的积累。如今，她的努力没有白费，那些年无数个日夜里所积攒的能量，
终于在某一刻集中爆发，让他一跃成为顶流。第二个特质是他始终如一的自律。在很多人的认知中，赵丽颖是个不太爱说话、不爱上综艺、生活低调的女明星。她不常在社交媒体上高频曝光自己，也很少参加娱乐话题性节目。不是她不行，而是她选择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提升自己上。从演技训练、剧本分析到身材管理、表情控制，每一个细节她都不放松，要求自己。你很难想象，一个日程如此繁忙的女演员，可以在每一场活动中都保持最好的状态，甚至在镜头放大的高清画质下都没有明显的状态崩坏。这背后不是天生丽质的幸运，而是对自己极致的要求。尤其是在离婚之后，她没有选择休息或者疗伤，而是更坚定地走自己的专业路线。她不再只是偶像剧的甜美女主，而是在《谁是凶手》《风吹半夏》等现实主义作品中大胆尝试，拓展了自己的戏路。她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独立，仿佛脱胎换骨，真正做到了从少女感到女王范的蜕变。第三个特质是她骨子里的善良与真诚。在娱乐圈这样一个人设比真实重要、流量比努力更被看重的环境中，赵丽颖一直保持着一份稀有的真实。她不会为了制造话题而刻意营销自己，也不会为了迎合观众而扭曲自己的表达。在镜头前，她诚恳地说：“我不是天生适合这个圈子的人。”在节目中，她坦然面对质疑，微笑地说：“我只是喜欢演戏。”她的这种真诚，不只体现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，也体现在她为人处事的方式里。每当社会遭遇困难，她总是第一时间低调捐款，从不张扬。北京暴雨、河南水灾、疫情时期，她一次次的出手相助，不用热搜，也不求赞誉，只是默默传递温暖。也正是这种骨子里的真诚与善良，让她收获了粉丝的忠诚和大众的尊重。她不再只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种力量的象征。平凡人也可以通过不懈努力走出自己的光辉之路。赵丽颖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，但却特别动人。她没有背景，却靠实力逆袭；她没有特权，却凭努力破圈；她不喧哗，却步步为营。她的成功是无数普通人的希望缩影，因为她证明了一件事：只要不放弃，人生总有可能柳暗花明。今天的赵丽颖是演技派，是代言女王，是时尚宠儿，也是时代揭幕。但她从来没忘记初心，那些年在片场吃过的苦、流过的泪、被冷眼嘲笑的时光，都成为了她生命中的底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的成功才更加有说服力，也更让人感动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无论你现在是在办公室里被忽视，还是在生活中不断碰壁，请别放弃。每一个今天都可能是明天逆袭的起点。你不需要天赋异禀，也不需要好运加身，你只需要像赵丽颖那样咬牙坚持，自律前行，真诚做人。请相信，你可以比现在的自己更好，你也能逆袭成属于你自己的女王。今天没有库存，只有一颗新鲜的王一博。一句配文态度：今天没有库存，只有一颗新鲜的王一博。我们的王甜甜回归，亲和力瞬间飙升，时光荏苒，大萌湿水灵灵的甜了回来。王一博这人气可谓是内娱天花板，仅凭一个微笑就可以吊打你努力干好久的热度。话说，我们的萌师王一博一笑就有如此大的威力，摩托姐姐开始整活，各种小粉红、小发卡统统安排上，不当岩羊做萌师，宠起来。无名4开耳闻重映，搭上王一博生日快车，预售轻松拿下400万，甚至引发一系列85号抢座热潮。一个限定绿色香菜杯，不到1周销量高达6万多，更别说铺天盖地的绿海姻缘，海陆空一样不落。王一博这蓬松小卷毛随风舞动，搭配香奈儿白色休闲棒球服，真的清爽又干净。玩起滑板，一个 ollie 跳跃，与憨萌神态形成酷葛变甜豆的反差感，
这样的大毛绒仔鲜嫩的糖豆，谁不为之动容？多看几眼。昔日的酷哥没曾想，头发一长，然后一卷之后，居然如同洋娃娃一般，又回来了鲜嫩的小甜豆，貌似时间没有在王一博身上停留一样，反而越来越嫩。特别是王一博这腼腆的一笑，随即就开始扣自己的手指，这蒙太可掬的样子，真是戳中我的心。一人千面也不过如此，帅的有特色、有风格的人比比皆是，唯有王一博的属于干净清爽还耐看的类型。话说，卷毛造型真的好出圈，这是王一博7月初巴黎香奈儿高定时装周的卷毛王子造型，一头法式羊毛卷加小香风外套，被外媒誉为东方美学典范。炸毛小狮子，就这么水灵灵的两套造型，把香奈儿的风格呈现出来。有没有发现，巴黎高定大秀中，黑色软呢外套是配合高定秀主题，而这次的香奈儿白色棒球服却蕴藏着新的看点。是的，没有猜错，这就是即将来临的香奈儿为王一博拍摄的全球的广大片，突出他运动休闲风的优雅。小摩托、小滑板，运动元素都是围着王一博的喜好而来。香奈儿的宠向来如此直接，再加上这次的白色棒球服，由此可见，香家少年的全球时尚片就是王一博的专属。7月初的一场大秀，让我们看到了卷毛的萌态，酷哥变甜豆，反差萌的王一博，给了我们太多的新鲜感。多重身份的加持，是人设深化与转变，从酷哥到多面体。王一博此次回归，强化自在如风热爱运动特色依旧如故，时尚与运动，他游刃有余，更开创出无限的可能。8月韩博量可是满分的，不用多说，直接夸起来。今天没有库存，只有一颗新鲜的王一博。这句网友的调侃，既是俏皮的话语游戏，也透露出大众对王一博酷与新的双重期待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每天都有新鲜事物被推上潮流浪尖，但能够真正做到每天新鲜又始终如一的人，少之又少。而王一博似乎就是那个少数中的例外，他每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，都会带来惊喜，却又始终保持着熟悉的、让人安心的气质。他的酷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形象标签，而成为了沉淀后自然流露的生活态度。他的心也不再只是换了发型或穿搭，而是一种不断成长的精神底色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艺人的曝光度几乎每天都在刷新，粉丝也在追求一种持续不断的新鲜感。而新鲜往往意味着变化、突破，甚至颠覆。这种节奏对于艺人而言，是压力也是动力。有人为了新而追求极端的风格转型，有人因旧而被指责墨守成规。而王一博的新鲜，恰恰在于他不刻意追求颠覆，而是在细微的转变中，慢慢更新着自己。这种新鲜，是自然的流露，是沉静的变化，是经年累月后依旧让人感到不一样的惊喜。从舞者、歌手到演员、赛车手，再到品牌代言人、时尚宠儿，王一博的每一个身份都鲜活而立体。他不是用一套模板去覆盖所有领域，而是根据每一个角色的特质去新依次。他跳舞时锋利利落如刀，眼神带电；演戏时沉稳冷静，细腻克制。综艺节目中偶尔呆萌，偶尔反应迅速，总能用极简的语句打中人心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他又是那个热爱滑板、骑车、安静看漫画的少年。新鲜之处就在于，他的酷不是单调的表演，而是从兴趣到职业，从爱好到热情的真实映射。而粉丝们之所以会说今天没有库存，只有一颗新鲜的王一博，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亲密的情感投射。他们早已熟悉他一贯的冷面酷哥形象，甚至熟悉到可以模仿他的语气。但当他突然在某个采访中展现出不一样的微笑，或在机场穿搭上多了一些颜色的变化，或在某个剧组路透中多了一些灵动的神情，那种新的悸动就会油然而生。那是粉丝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感受到的成长脉络，
也是一个人静静绽放时不动声色的春风。王一博不善言辞，却总能用行动诠释情绪。他不刻意亲民，却真实的让人想靠近。他不走花哨路线，却拥有最热烈的拥护者。他用10几年时间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练习生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炒作，也不是话题度的堆砌，而是日复一日坚定不移的积累。他做不到每天都酷炸天，但他能做到每天都是真实的自己。而今天没有库存，只有一颗新鲜的王一博，正是他身上那份不可复制的气质的最好写照。有趣的是，王一博似乎从不讨好镜头，也不取悦任何人，但他的每一次出现却总能精准地抓住目光。他不需要过多言语，甚至有时只需要一个眼神，就足以表达万千情绪。正是这种极简而纯粹的存在方式，构成了他独有的酷感。而这种酷，是岁月打磨出来的内敛，不是姿态，也不是装饰。这种新鲜，是气质生成后的自然状态，不是强行包装，也不是刻意制造。今天你看到的王一博，也许是在综艺节目里认真指导后辈的师兄，也许是在剧组里熬夜拍戏的演员，也许是在时尚大片中用眼神诉说态度的模特，也许是在赛车赛道上飞驰的年轻选手。他看似安静、沉默、低调，却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。每一次的出现，每一帧的镜头，都带着他内心的火焰在燃烧。而每一个支持他的人，也都在那火焰中看到了自己努力坚持的样子。这也正是王一博的最大魅力，在这个素似偶像泛滥的时代，他依然用最笨、最慢，却最稳的方式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。他不求一朝爆红，而在乎长久留存。他不追求所有人都喜欢，而只希望忠于自己。他的新鲜，不是浮于表面的视觉刺激，而是源自内在的质感流动，是成长与真诚融合后的清流。这种心，注定不会轰轰烈烈，却更能长久打动人心。也许下一次，他又会带着一个新的角色、新的造型、新的突破走到大众面前。但不变的是，他仍然是那个在夜里默默练舞，在片场埋头拍戏，在生活中坚持热爱的王一博。而对我们来说，每一个新鲜的王一博，不仅仅是视觉的期待，更是精神的寄托。亲爱的读者，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无法像王一博那样在聚光灯下发光，但我们同样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追求真实，保持新鲜。在压力和标签之下，我们都曾有过放弃自我、迎合他人的瞬间。但王一博告诉我们，保持新鲜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变得特别，而是要在自己喜欢的方向上不断探索，不断前行。你不必每天都完美，但你可以每天都努力更新。你不必强行酷，但你可以温柔坚定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愿我们都能像王一博一样，在浮躁的世界中保持清醒，持续成长，从不设限。愿我们都能每天拥有一颗新鲜的心，去拥抱热爱，走向光明。今天也许没有库存，但只要你愿意，明天你也可以是那个新鲜的人生主角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个新鲜的王一博，也期待下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